刺史的女儿，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？其父下葬，他却不见踪影，太不像话了吧？官府无能，竟不敢击凶。但女儿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。樱桃姑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吧。先给刺史下葬，其他从长计议。既然孝女已到，那就下葬吧。不可下葬！苏明，不要阻拦我爹下葬。棺材里的无头尸，根本就不是李刺史。你胡说！司马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。对呀，苏兄，谨言慎行为好啊。请顾长史下令开棺。司马，你疯了！此事关乎宁侯声誉。我看谁敢开棺？开棺后若有误，苏明自愿下狱，众人皆可作证。开棺。开棺呐！樱桃，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。我问你，在无头的情况下，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？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，老茧长在这个位置，必不是握笔留下的，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。据我所知，李刺史诗文俱佳，书法更妙，是个纯粹的文人。试问，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？刺史是科举入仕，年近5旬，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，其间务农用锄留下老茧，有何奇怪？贺参军所言有理，但我询问过陆游，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，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。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。不可思议！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案？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。我只能说，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案发当日，萧七潜入别墅，刺杀成功与否，现在不得而知。但是他遇到了意外，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。可请李四辨尸啊！李四，顾长史，此案甚是诡异，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。哎，曾参军，你看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，
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。不过再有10日就是上巳节了，不如节后再办此案。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观神大典的准备上。当然，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。曾参军所言有理，上巳节呀，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。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，他也不能。苏明初到宁湖，准备什么观神大典，确实帮不上忙。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，查清此案。那不就是10日为期？苏司马，到时若查不清，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。为何要下狱？苏司马开棺无误啊！有误不能听你的。刺史案官涉重大，若查不清，必须有人承担责任。再者，是苏司马自己说的10日为期，我可没逼谁。那就依顾长史所言。好。还有贺熙，此案到时若查不清，你也逃不了干系。哼！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。苏司马，10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？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，宁湖处于湖泽地带，可谓驼之故园。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，荼毒百姓。更有甚者，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。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？天乾地坤。大胆沈冲，身为领司，李煜到底死没死，你都弄不明白，何等无能，何等废物！驼神息怒，我一定再派人去查。查？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。
沈令司，不怪驼神发火。若李煜还未死，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，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。是，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煜。驼神，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？可恶！要感谢他呢。不是他，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煜？为感谢苏司马，我会叫他入我驼腹修行的。樱桃，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？这跟本案有关系吗？还是我来问吧。李樱桃，你叫谁？我是说，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。哦，樱桃，你飞镖使得不错，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。这不是什么飞镖，这是袖剑。那岂不是更厉害？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，你父亲李刺史诗文甚佳，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？你若是不愿意回答，那我们就从驼神社实录说起吧。我自幼母亲病亡，父亲发誓考取功名，所以在我8岁那年，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，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。后来，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傅，教我学习武艺。就这样，3个月前，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。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，让我来宁湖相见。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，所以未能即刻前往。半个多月前，他老人家故去了，给他料理完后事，我这才来了宁湖。接着说。城外驼神庙相遇，是我来宁湖的第2天。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，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。不过，却受制于驼神社。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，属实。外面有人传，为父是驼神社的人，女儿怎么看？女儿不信。我虽才到宁湖，却已看出，所谓神社，邪社也。他们说的是真的。女儿的眼力不错，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周礼做了些事，可是现在却变了，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。那你还加入他们？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，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，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。驼神社的恶迹，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，一笔笔的记录，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，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。我爹告诉我，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，想让我带去长安，交与御史台。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。在那个风雨之夜，你到城外的驼神庙，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，对吗？那晚，陆永玉火烧驼神庙，却被沈冲带人击破。后来，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。我不敢耽搁时间，便想带着实录
直接赶往长安。什么人？半夜前行，定是录用同伙，抓人！是。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，你才刚刚到宁湖，怎么就鬼鬼祟祟的？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？拿下！追！当日以为无法逃生，我便将实录藏在了树洞中。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，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。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，我早就拿着实录赶往长安了。难怪你不信任我，以致给我用了迷香。这件事我很清楚，我曾经在宁湖御审过陆勇。你藏在树洞中的实录，被逃逸中的陆勇所发现。他书生意气，献给了顾文斌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。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？他这个人向来圆滑，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。樱桃，这驼神社实录到底有几份啊？我爹只告知我，驼神庙里有一份。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，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。哎呀，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？在樱桃来宁湖之前，李刺史孤身一人，未特意见到刺史府，只住在宫廨后院。樱桃，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？苏司马，你何意？我父亲益州刺史，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？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？你说呢？看来是没有。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，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。这是长安最流行的，在花店上所贴的金箔，义兄怎么会有？你确定？确定啊，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。这是长安最流行的，而你是习武之人，又无上妆的习惯，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，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。绝无这种可能。好吧，在找到李刺史之前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测。樱桃，你就暂时落脚此地。贺参军是可靠的，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，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。果然有密道。还有一具女尸。女尸？脸上可有花钿？应该有。什么叫应该呀？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，那离得近在咫尺，怎么能看不到呢？当时光线暗得很，又在驼口之下，我哪有心思看他？撤！
转过身来。本人李四，在别墅养了巨驼，让他咬死刺史李煜，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。那日夜里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，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，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，我便将其害死。李煜尸体何在？他的意思好像是说，已沉入湖中。那我问你，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？咬舌自尽了。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。欲盖弥彰，李煜一定还活着。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，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。你这老头，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？司马饶命，小人也是没办法，要不给他们做耳目，就会被扔进万陀之责呀！又是脱神社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。放了他，走。让我辨尸，何人之尸？应是一个长安女子。笑话！我已经说了，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，我爹更不可能认识。我不去。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了。我不认识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李四说，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，而他已咬舌自尽。你说什么？我四叔他疑似。四叔，苏明，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不必了。这李四之死，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。你能告诉我，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？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。你若能找到我爹，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你已经很确定，令尊未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爹他没死。快带我去见他。他已到安全的地方，他说要留在宁湖，让你不要找他，赶紧离开这里。那四叔，跟我一起走。不行，我还有事要办，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。你多说一句话，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。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，李樱桃？别再叫我李樱桃。
探案吉凶，是你们当官的事，与我何干？除非有我爹的消息，不然别再来找我。距上巳节还有8日，我和贺参军在明，你和费基师在暗，全力找人。李煜应该没有离开宁湖。你这么确定？因为樱桃没走。你还信他？又没有其他线索，不信他怎么办？好吧，上巳节之后，你在宁湖下狱，我带着老费、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，哪儿有好酒去哪儿。哎，有酒就行。义兄，义兄在吩咐什么？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？这宁湖甚是诡异，驼神社势力太大，且底细不清。你没事千万别出去。薛环，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。是。骑兵驼神，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一定还在宁湖。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？你那么多手下，就找不出个李煜来？是神令司不用心吧？不，属下为驼神做事，一向尽心尽力，现已将宁湖搜遍了。啊，另外，贺熙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煜。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，若他们有所发现，我们一定会先得手。可是找了这么多天，他们也……寒山有没有找过？这没有驼神的旨意，我哪敢去寒山呢？我准你们去搜寒山，李煜不能活过上巳节。谨遵神意。曾老，贺参军，我知你近日辛劳，特地来看你了。曾老，里边请。我就要致仕，你知道了吧？听说了，曾老为州里操劳多年，晚辈真是不舍呀。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致仕宴，可李刺史死了。不对，不是死了啊，是丢了，找不到了。你说，偌大个宁湖，竟然找不到刺史了？是啊，我也在想，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？应该是走了，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、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？寒山？我怎么没想到呀？记得曾老做寒山司时，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3个人命犯。是啊，那个地方确实乱，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。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。苏司马，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，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碰碰运气。司马，他是何人啊？这是我的私人参军。你刚才在院里喊，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？这寒山，寒山，哎呀，寒山，犹如长安之鬼市，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。上巳节之前，连续3天会有寒山宴，今天是第1天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平时，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，在这3天，在寒山随便喝，驼神请客，真是太好了。驼神也许不坏哈。老飞，不是让你去寻酒的吗？哎呀，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，他肯定也会去啊。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，
可是寒山？正是。罗参军已经连续3日暗查寒山，说说情况。寒山白天冷寂，晚上热闹，鱼龙混杂，有盗贼混迹，确实很像长安鬼市。在寒山，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，很多房屋更是无主，流浪者随便住，只要上一把锁，别人就进不去了。所以想找人太难了。但是，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3日则不同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、店铺都不许上锁。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。之前苏司马曾推断，若李刺史还活着，必藏身于寒山。若我们想找到他，就得靠这3日。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，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，还有那江湖女子了。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？天一黑就开。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，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。来呀来呀，快点啊！还真像长安的鬼市，我喜欢。贺信，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啊？住在寒山的穷苦人，在这里无需花1文钱。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啊？哦，是驼神社。驼神兽。我们这次来是受驼神恩惠的，说话都小心点啊！我平时不爱喝酒，所以这日子记不住。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，我还想不起来为期3天的寒山宴到了。曾老快致仕了，往后这宁湖……是啊，他也不放心，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。回头再跟您说吧。好。到底什么是寒山宴？每年上巳节前3天，驼神会在寒山浪人馆设宴，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。哦，对了，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。哦，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。让开，让开，让！撒钱给穷人，驼神社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们什么人？私谤驼神社，没有神社庇护，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？哎呀，都告诉你了，说话小心点。我们可不敢私谤驼神社，我们此番前来，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。是是，这还差不多。哼。慢点。浪人馆，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。如果这里没有李刺史的行踪，那也就不好找了。没有人招待客人，这里没有伙计吗？因一切都不用花钱，所以这里没有伙计。驼神酒来了！哎呀，驼神酒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从今晚到3天后的上巳节，驼神酒在这儿，管够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前方百计得不到，这儿还管够，你说气不气人呐？王西长，倒酒。哎，这里呢，
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，所以啊，只要急入寒山，就能免去一切赋税。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，多次来寒山巡视。哦，哎呀，我老费喝了半辈子酒，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。快喝呀！确实好喝，怪不得驼神专享。喝够了没？我们是干什么来的？哦，对，少喝点啊！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。这找人也得喝完呢，这是驼神酒啊，这是。好喝。或许外头有人叫我给您。此地危险，速离。此地危险，我们快离开。德飞，别喝了，我们得走了。我还没喝够呢，我再喝会儿。不会是李刺史吧？占我便宜！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。你受伤了？没有啊，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了，无妨。哎，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李刺史？绝对是他！我要去招店。哎，不能出去！哎，都别出去！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！你闻着酒过有用吗？此物最喜天竺香，闻了之后喜乐而眠。找去吧。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天竺香。不有风不
夜里浮迷去，盛世繁华里着信念生安逸，万计不休跋涉夜行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鸣，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，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数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本为念，愿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，山伏荆棘高为远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，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千帆险境，一不枉此行，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，冉冉正气，诗心有所